玩游戏做游戏聊科技，今天让我们来做游戏。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中意时钟的钟，飘逸的逸。我想做一款音乐游戏，一款连小朋友都可以上手的音乐游戏。而这个发想则是来自于一段熟悉的旋律：533-422-1234-555。好的，这不是某种密码，但凡有点音乐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数字谱，也就是简谱。我应该换一个方式来呈现，这段旋律应该是嗡嗡嗡嗡嗡嗡，大家一起来做工。真不知道我哼出这段旋律会不会受到 YouTube 的版权警告。总之，我还是特地 Wikipedia 找了一下，这首歌是德国作曲家弗朗兹·维德曼在19世纪所创作的。这首歌曲的名称叫《小汉斯》。虽然说版权追溯期约略为70年，但光从这张黑白照片就可以知道，这段旋律的创作者他的年代久远，应该是不会被本人申诉，所以我应该可以安心服用吧。好，这不是今天的重点，重点是我非常想要做一款小朋友能够玩的游戏。这绝对不是因为这种游戏设计简单，不用花上太多的时间，而且省得在我完成游戏之后还得花时间制作影片、配音、上传 YouTube 等等等等。我绝对没有偷懒，或者是拖更的嫌疑，对吧？我会说简单，也是有一定的科学基础的。你看，你去 Google 搜寻儿童木琴的话，这不就是那种结构简单的设计吗？而且我不需要额外设计，好比说像计分板啊、猫啊、狗啊那些阿里不达一堆东西，除非你去搜寻儿童钢琴。好吧，这就复杂多了。但以上那些猫猫狗狗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只要能够设计出一款连小朋友都觉得好玩的游戏，这样就够了。既然说我想设计这样一款音乐游戏，那我就需要先思考我的画面到底该呈现什么样的模样呢？首先，我需要设计几个按钮。在我的印象中，旋律不就来自于哆、瑞、咪、发、嗦、拉、西这7个音吗？那就可以转换成数字谱里面的1、2、3、4、5、6、7。所以我总共需要7个按钮。这7个按钮就会让我想到彩虹的7个颜色，所以它们就会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好，这边需要7个按钮，马上安排。用我最熟悉的绘图工具 PowerPoint 画出7个按钮，再配合简单的排版，一个精美的儿童木琴版面就搞定啦。ちょっと待って，这边插播一下，其实等到我整个设计完之后，我才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一般这种儿童木琴都是8个旋律音的，也就是哆、瑞、咪、发、嗦、拉、西，最后还有一个哆。但是对于非本科系，对于乐理这些相关知识半知半解的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怪不得我在设计的过程中，一直有看到数字谱上面有那一种1上面多一个点，感觉到非常的纳闷，这真的是非常的糟糕。我一直都有看到这个符号，但是我就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所有选的歌曲就是只有落在1到7的简谱之中。结果当我完成整个游戏之后，甚至将游戏上架到 Ctrl 3 Arcade 之后，我才注意到 Wikipedia 上面写着这种格式就叫做8度的简谱。但无论如何，我最后终究还是完成了这款游戏。如果各位伙伴们你们赏脸，就让我继续说下去吧。下一步是发出声音，当使用者按下琴键之后，应该就可以发出哆到 C 的音效。但是这些音效我到底去哪边收集才好呢？小的我家中可没有这样的设备啊。虽然身为资讯工程师的我知道这可以从 MIDI 系统里面去采集，但是我不想搞得太复杂。说实在的，我只要能够取得这7个声音也就够了。思来想去，我就再次去请教 Wikipedia 大神，提供了我这个答案。最后，在我一番搜寻之后，终于找到这个网址。你可千万不要以为上面每个音乐档都可以使用哦。花了一小段时间之后，我几乎把每个音乐档都听过了一遍，总觉得各自的旋律都怪怪的。可能这之中的旋律还收录了钢琴键上面的黑键吗？总之呢，在这么多的音乐中，我最终挑选了这一个。拿到了这个 WAV 档之后，我就可以透过 Audacity 来切割了。切割后的音效在2个音之间会有连音的问题，所以我刻意剪长了一些，然后透过淡出，也就是 Fade Out 的功能，尽量将每个音符的声音切割成不同的 WAV 档案。一番操作之下，我终于取得哆到 C 总共7个音效档案了。将这7个音效档案汇入 Ctrl 3之后，接着就是设计输入方案。一种是 Touch， 就是当玩家透过滑鼠或者是触控萤幕，按下琴键后发出音效即可。另外一种输入方式则是透过键盘，
它可以按下数字键的1到7即可发出音效。让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成果，它的展示。再来，终于就是挑选使用的乐曲了。如同前面我提到的，我对于乐理真的完全不懂，特别是针对8度的简谱，我完全不理解，所以这导致我最后删删减减，挑选了简谱刚好落在7个音之内的6首歌曲，它分别是小星星、小蜜蜂、两只老虎、小绵羊、伦敦铁桥、以及圣诞快乐。话说这些儿歌，它的歌词是有点可怕，好比说两只老虎，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这不只是奇怪的问题吧？还有那个伦敦铁桥垮下来，其实真的有点可怕。算了，我不去想这个问题。同时间选定了这些乐曲，我也请我们家小杨画出了相应的小图示。设计的理念当然是可爱动人，色彩对比强，能够强烈吸引到儿童的目光。有了这些简谱，我就可以导入 C3， 透过 JSON 的形式储存阵列，最后转换成 Array 物件，供程式存取使用。因为这款游戏是让小朋友去玩的，所以我不用设计时间轴用来评判小朋友他是否在正确的时间按下正确的琴键，只需要将其他的按钮颜色变淡，显示当下玩家需要按下的按钮，这样就算按错也不会出现多余的音效来提醒，顶多就是听到不正确的旋律，让强迫症的玩家感到难受罢了。拜托你按正确一点好不好？我天哪！最后让我们添加一个贴心的设计，那就是提示下一个按钮，也就是上面这一排的进度条，玩家可以透过斜眼，我是说眼角的余光，看到这一排的进度条，让玩家有心理准备，预先得知下一个按钮到底是什么。这样一来，除了可以提升游玩过程的使用者体验外，也可以确保音乐演奏的流畅度。整个游戏都设计好啦，是时候让我展示一下这个游戏的游玩过程啦。注意，以下的影片内容可是我一镜到底的真实游玩过程，虽然这一卡不知道重来了几次了。好的，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透过 C3 制作一款儿童钢琴游戏。
游戏的原始码我一样会放在说明栏，有兴趣的伙伴们可以下载回来参考，实作一款属于你自己的音乐游戏。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者希望我去实作看看哪一种小游戏，也欢迎你在留言栏留下你宝贵的意见。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是中意时钟的钟，飘逸的逸，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最后让我闲聊一段，这阵子真的是有够忙的。我们夫妻俩其实在忙婚礼，这种感觉超级奇妙的。其实我们两个早就在2020年已经结婚了，但是中间遇到疫情，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举办南部场的婚礼。想当时我们可是婚纱饭店都挑好了，但是遇到一些状况就只好稍微延后咯。好在在这阵子大环境似乎有变好了一些，大家除了自我的防疫保护外，也请多多保重身体哦。对了，画面上那个 QR code 就会连接到小杨画的那贴图。如果说这些贴图有合您的胃口，还请各位多多支持选购。老话一句，您的支持就是我们夫妻俩创作的原动力。非常感谢，拜拜。